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每年1到3伏天，港台街头的凉茶铺总是排起长队，空气里闷得像个大蒸笼。很多中老年人只要一觉得嗓子痛，嘴里长了口腔溃疡，第一反应就是坏了，上火了。于是赶紧去街角买一杯黑乎乎、苦哈哈的念世味凉茶，一口闷下去。或者干脆去药房买几盒消炎药，试图把这股火给压下去。但在维多利亚港的半山豪宅里，情况却截然不同。面对同样炎热的3伏天，那些身价千亿、拥有顶尖私人医疗团队的富豪们，餐桌上绝对看不到任何大寒大苦的凉茶。医疗顾问更是下达了一条死命令：中老年人夏季上火，严禁盲目服用消炎药和极寒凉茶。为什么普通人当成救火队员的凉茶和抗生素，在顶级医学专家眼里却成了损伤寿命的催命符？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体内的火早就变了性质。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医学概念。从现代医学和中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年轻人的上火往往是实火，就像锅里柴火烧得太旺，你拿一桶冰水浇上去，火自然就灭了。但中老年人的上火90%以上是虚火。什么是虚火？虚火就像是一口在灶台上干烧的铁锅，锅底的柴火并不大，但是锅里的水已经熬干了，所以锅子才会发烫冒烟。此时嗓子痛、口腔溃疡，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报。这时候，如果你还去喝极度寒凉的凉茶，或者吃大量破坏肠道菌群的消炎药，等于是在干烧的铁锅上狠狠砸了一把冰块。火不仅没灭，反而把锅底给砸穿了。这个锅底就是老年人生命里最宝贵的脾胃阳气。虚火是干烧的锅，你不去加水，反而把锅砸了。这就是盲目降火的代价。许多长辈在喝完凉茶或吃完消炎药后，嗓子痛可能短暂缓解了1天，但紧接着就会出现肚子胀、拉肚子，整个人浑身没力气，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就是寒凉之物彻底摧毁了脾胃根基的典型表现。脾胃一垮，身体的免疫城墙就塌了，后续各种大病小痛就会趁虚而入。那么既然不能喝凉茶，顶级的医疗团队又是如何帮富豪们度过3伏天的呢？答案极其接地气。在首富的夏季食谱里，主角并不是什么天价的山珍海味，而是一碗极简的苦瓜水。但请注意，这绝对不是让你把苦瓜随便切煮水喝，纯喝苦瓜水依然会伤胃。私人医生的秘诀在于，他们在苦瓜里加入了特定的黄金搭档，完美契合了中老年人夏季养生的一条铁律：清心降火不峻猛，生津润喉不滋腻，佐以健脾护胃气。那么这碗连首富都在喝的苦瓜水，到底加了哪2味神秘食材？为什么单吃苦瓜会伤身，配上它们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既把心火降下来，又把脾胃稳稳护住？别急，我们马上为您拆解这套护胃降火的秘方。在揭晓答案之前，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一到夏天也容易嗓子干痒、口腔溃疡，请在评论区打出上火2个字，或者点个赞。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套价值100万的食疗底牌掰开揉碎了讲给你听。我们经常在一些老旧的小区或者公园里听到这样的街坊闲聊：哎呀，最近天热，嗓子疼得连水都咽不下去，我得赶紧去药房拿点消炎药，再熬一锅浓浓的夏枯草，金银花败火。这种场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太常见了，大家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上火就得杀菌，就得吃苦。但在顶尖私人医生的医疗档案里，却记录过这样一个真实的负面案例：一位早年靠白手起家、极度拼命的富商，在步入晚年后的一个3伏天，因为严重的口腔溃疡，
瞒着私人医疗团队，偷偷让保姆连续3天熬煮了极其浓烈的传统降火凉茶，溃疡确实在第2天瘪下去了。但到了第4天，这位富商连床都下不来了，他开始严重腹泻、胃部冷痛，整个人虚弱的连说话都没有力气，最后不得不靠打营养针才缓过劲来。私人医生得知后，说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你这哪里是在降火，你这是在浇灭自己的寿命。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必须从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结合的深度，来硬核拆解一下老年人的体质真相。我们常说人老体衰，在医学上，这个衰，首先衰退的是体内的津液，津液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水分、血液、关节润滑液等等。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体内的水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也就是阴虚火旺。上一章我们提到过，这就像是一口干烧的铁锅。年轻人的上火是因为底下的柴火加的太多了，这叫实火。所以年轻人喝杯凉茶，吃点清热解毒的药，把柴火撤掉，火就退了。但中老年人的虚火，底下的柴火并没有变多，而是锅里的水熬干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盲目的去喝大寒大苦的凉茶，或者长期服用具有破坏性的消炎药，这就等于端起一盆零下几十度的冰水，狠狠地泼向了那口干烧的铁锅。这盆冰水泼下去，不仅没有真正补充锅里的水，反而带来了更致命的后果，彻底冻僵了你的脾胃。让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生活案例。家住广州老城区的王伯，今年68岁，是个非常注意锻炼的退休老教师。去年3伏天，王伯连着几天早晨起床都口干口苦，舌头边上长了2个硬币大小的溃疡，疼得连喝口稀饭都龇牙咧嘴。王伯凭着多年的老习惯，认定这是毒火攻心，他二话不说去药房买了2大盒号称能强效清热解毒的降火药，顺道还在街角的凉茶铺打了1大塑料瓶最苦的湾体沙凉茶。接下来的3天里，王伯是药也吃，凉茶也当水喝，溃疡似乎没那么疼了。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到了第4天，王伯连每天雷打不动的晨练都去不了了。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像被抽干的利器，肚子胀得像个皮球，里面还时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冷水声。最严重的是，他开始一天跑5、6趟厕所，拉出来的全是不成形的溪水。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中医院。老中医看了看王伯惨白的舌苔，连连摇头叹气：“你这哪是去火啊？你这是在自毁长城。你原本就是阴虚的底子，这几大杯苦寒凉茶和猛药灌下去，直接把脾胃的阳气给冻死了。脾胃一罢工，你吃进肚子里的营养全化成了湿寒之气排了出来，人能不虚脱吗？”王伯在床上足足调理了半个月，每天喝温热的陈皮生姜水，才勉强把脾胃的温度给重新佛理热回来。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怕没有私人医生，也绝不能凭着过时的经验盲目给自己下猛药。要知道，脾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的脾胃就像是一个需要保持恒温的精密发酵炉，只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它才能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输送到全身。极度寒凉的药物和凉茶就像是给发酵炉断了电，脾胃的阳气一旦被浇灭，身体的消化吸收系统就会瞬间停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在喝完凉茶后会出现肚子胀气、大便稀溏不成形，甚至吃什么拉什么的原因。更可怕的是，脾胃一旦虚弱，人体的免疫力就会呈现断崖式下跌。你以为把嗓子痛压下去了，但实际上你是把身体用来抵抗外界病毒的城墙守卫给饿晕了。秋天一到，各种感冒、风寒、
老毛病就会接踵而至。所以，顶级医疗团队在给富豪们调理夏季虚火时，有一条铁一样的纪律：严禁滥用苦寒，必须保护脾胃。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能泼冰水，那这口干烧的铁锅该怎么救？首富餐桌上的那碗苦瓜水，到底藏着什么不伤脾胃的玄机？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核心的环节，为您拆解这套连顶级富豪都在用的苦瓜黄金搭档。在香港半山的富豪宅邸里，私人医疗团队为首富准备的夏季饮品，表面上看只是一杯微黄清透的水，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但这杯看似不起眼的苦瓜水，实际上蕴含着极高的中医药食同源智慧。顶级私人医生非常清楚，单吃苦瓜虽然能清心火，但它的寒性对老年人脆弱的脾胃来说，依然是一把双刃剑。为了稳稳护住脾胃这口发酵炉，他们严格遵循了一个核心法则：清心降火不峻猛，生津润喉不滋腻，佐以健脾护胃气。基于这个法则，医疗团队为苦瓜精心挑选了黄金搭档，形成了2套最适合中老年人不同上火症状的王杂组合。第一套王杂组合也是最契合脾胃虚弱老人的护胃健脾款，苦瓜加陈皮加莲子。这套搭配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完美解决了降火必然伤胃的死结。许多港台老人平时肠胃就偏虚，稍微吃点凉的就容易大便不成形，但偏偏1到3伏天又心火旺，嗓子痛，这时候单用苦瓜绝对不行。医疗团队引入了第一位核心食材陈皮。陈皮在广东被称为第一和事佬，它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如果把苦瓜的寒气比作一阵冷风，那么陈皮就像是给脾胃穿上了一件保暖的马甲，它能主动中和苦瓜的寒凉之性，让降火的力量变得极其温和，防止饮用后出现腹胀和拉肚子。而另外一位食材莲子，则是用来精准降火的。莲子肉本身健脾养心，保留一点点莲子心，就能专门清退心火。这3者结合，相当于在不惊动脾胃阳气的情况下，悄悄把心里的烦热给撤掉了。第2套王炸组合，则是专门针对咽痛严重、口干舌燥的生津止渴款，苦瓜加麦冬加芦根。前面我们讲过，老年人的虚火本质是锅里的水熬干了。对于那些喝水都不解渴、嗓子干痒肿痛，甚至起口腔溃疡的老人来说，光灭火没用，必须得加水。但加水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甜腻滋补品，例如熟地、阿胶太厚重，就像是往锅里倒粘稠的糖浆，虚弱的脾胃根本吸收不了，这叫滋腻。而麦冬和芦根则完美避开了这个雷区。麦冬能够滋阴清心、生津止渴，芦根则擅长清热生津、利咽止痛。它们进入人体后，就像是一场春夜的蒙蒙细雨，不仅能精准滋润干裂的咽喉黏膜，还能把体内缺失的津液一点点补回来。配合苦瓜的清热除烦，这杯水喝下去，干烧的铁锅终于迎来了甘霖。真正的养生高手，从不用猛药去对抗身体，而是用平和的食材去补齐身体的短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通人吃消炎药吃到胃痛，上火症状还是反反复复，而顶级富豪们仅仅依靠这几味家常的食材，就能安然无恙地度过炎热的3伏天。不过食材选对了只是第一步，在真实的烹饪过程中，苦瓜到底该切多厚，白瓤要不要去，水温到底该怎么控制？如果做错了一步，不仅营养全失，甚至还会释放出伤身的成分。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揭开这道顶级养生水在厨房里的最后一道秘密。在港台的老街坊里流传着一句话：煲汤看火候，吃苦看刀工。许多人以为
既然苦瓜能降火，那就随便切成大块往水里一扔，或者榨成生苦瓜汁一口闷下去。然而，在顶级富豪的私人厨房里，一道合格的养生水，其制作标准严苛的堪比抓配中药。私人医生深知，食材选对了，仅仅是成功了一半。如果不懂得正确的处理方法，原本护胃的良方依然会变成伤身的毒药。第一个致命细节藏在苦瓜的白瓤里。如果你仔细观察过私人厨师处理苦瓜，会发现他们切开苦瓜后，不仅会挖去瓜籽，还会用刀尖一点点将内壁上那层白色的瓜瓤刮得干干净净，直到露出清脆的果肉。为什么要费这个功夫？从现代营养学和中医的角度来看，苦瓜中最苦、最寒的部分，恰恰就集中在这层白瓤里。把这层白瓤刮干净，苦瓜的寒凉之性就能瞬间降低一大半。原本那种让人难以下咽的涩味也会随之消散，变得温和易入口。第二个严格的纪律是用量。在富豪的日常食谱中，哪怕是在最热的三伏天，每次用来煮水的鲜苦瓜也绝对不会超过100克，大约就是半根的量，并且每周最多饮用2到3次。养生不是拼命，点到为止才是大智慧。中医常讲重病即止，意思是火候降下来了，嗓子不疼了，就要立刻停手。如果天天把苦瓜水当成白开水一样灌，就是在持续不断地透支脾胃的阳气。第三个，也是最容易被普通人忽视的生命红线，温度。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习惯把煮好的苦瓜水放进冰箱，做成冰镇饮品。但在顶尖医疗顾问的眼里，这是极其危险的动作。三伏天时，人体表面的毛孔全部张开，阳气向外散发，此时肠胃的温度其实比平时更低、更脆弱。一杯冰镇的苦瓜水下肚，寒冷刺激加上苦瓜本身的凉性，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瞬间剧烈收缩，极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痉挛和剧烈腹痛。因此，这道养生水必须温饮，或者在常温下饮用，绝不能碰冰。光知道食材好还不够，如果处理的手法错了，依然会酿成大祸。给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的家庭厨房反面教材。小区的广场舞领队刘阿姨，前阵子听人说三伏天吃苦瓜能降火，觉得特别适合自己老伴儿。她老伴儿嗓子总是卡着痰，还经常干咳。刘阿姨心想，既然苦瓜好，那肯定是浓度越高越好。于是她去菜市场挑了2根最粗最大的翠绿苦瓜。回到家，她不仅没有耐心去刮那层雪白的海绵状白瓤，反而图省事，连籽带瓤直接切成大块，扔进榨汁机里，加上冷水，直接打成了2杯浓浓的生苦瓜汁。为了贪图凉快，他还特意把苦瓜汁放进冰箱冷藏了整整3个小时。当天晚上，老伴儿跳完广场舞回来，浑身是汗，拿起这杯冰镇生苦瓜汁就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下去。结果不到20分钟，老伴儿就捂着肚子在沙发上直打滚，疼得满头虚汗。送到急诊一查，是极度的低温加上苦瓜强烈的生寒之气，瞬间引发了严重的急性胃痉挛。医生了解了刘阿姨的做法后，哭笑不得地说：“你这杯水集齐了伤胃的3大杀手，没去寒瓤，用量超标，而且还是冰镇，哪怕是年轻小伙子的铁胃，也扛不住这么折腾啊！”后来，刘阿姨学会了顶级私人医生的正确做法，每次只用半根苦瓜，耐心地用勺子把白瓤刮得干干净净，再切几片温和的陈皮一起煮水，最后一定要放温了才端给老伴喝。现在老伴嗓子清爽了，胃也舒舒服服。你看，同样的食材，只因为少刮了一层瓤，多降了几度温，
结果就是救命与伤身的巨大天壤之别。对于那些上火症状极其轻微，或者平时没有时间开火煮水的老年人，医疗团队还提供了一个极简的轻量代茶款，只需要取2-3片晒干的苦瓜片，搭配3朵清散风热的白菊花，以及1片用来调和药性的炙甘草。干苦瓜片经过晾晒，寒性比鲜苦瓜更加缓和，用沸水冲泡，盖上杯盖焖10分钟。这杯茶喝起来只有淡淡的甘甜和微弱的苦韵，非常适合在3伏天的午后作为日常预防上火的轻度调理。掌握了这套不伤阳气的吃苦指南，我们基本上就能安全度过大半个夏天。但是医学永远没有绝对的安全，有那么3类特殊人群，哪怕是按照最严苛的标准来煮这碗水，也绝对不能碰。他们一旦喝下去，后果可能比上火严重100倍。究竟是哪3类人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苦瓜？我们下一章为您拉响警报。在顶级富豪的医疗档案里，有这样一个铁律：知道吃什么能养生是常识，知道什么绝对不能吃才是保命的底线。许多普通人在看了各种健康科普后，最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跟风。听说苦瓜降火护胃，就立刻买一堆回家熬水，根本不管自己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私人医疗团队之所以能保障富豪们的健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给出任何食疗方案之前，都会进行严苛的体质排雷。哪怕是我们上一章提到过的，已经经过陈皮和莲子中和寒性的护胃苦瓜水，也绝对不是人人都能喝的百搭饮料。从严谨的现代病理学和中医学角度来看，如果你属于以下3类人群中的任何一种，请立刻放下手中的苦瓜。盲目跟风不仅降不了火，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身体危机。第一类，脾胃重度虚寒者。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脾胃重度虚寒？很简单，看看自己平时的生活细节。如果你1年4季肚子都怕冷，晚上睡觉必须在肚子上盖个毛毯；如果你平时喝点凉水，吃点西瓜就会拉肚子；如果你的大便常年都是稀糖不成形的，那么你就是典型的脾胃重度虚寒。对于这类人群，你的脾胃发酵炉不仅是断了电，而且里面已经结了冰。前面我们说过，哪怕加入了陈皮来暖胃，苦瓜的底色依然是寒凉的。这就好比在一个零下10几度的冰窖里，你生了一个小火炉，也就是放入了陈皮，但紧接着又搬进去一块冰，也就是苦瓜。这对于原本就濒临崩溃的脾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重度虚寒的人喝下苦瓜水，极易引发急性的胃肠道痉挛，导致腹部冷痛、水泄不止，进一步损耗体内仅存的阳气。这类人群的上火往往是虚阳外越，需要的是温补中焦，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清热。第二类，糖尿病患者，特别是有加糖习惯的人，苦瓜本身含有一种叫做苦瓜皂苷的物质，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一定的辅助平稳血糖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饮用。真正的危险藏在调味里，苦瓜的味道并不讨喜。很多长辈在煮苦瓜水时，为了掩盖苦味，会习惯性的往里面大把大把的加冰糖、白糖或者蜂蜜，这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健康陷阱。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杯加了糖的苦瓜水不再是降火的良药，而是一杯能让血糖在短时间内急速飙升的毒药。血糖的剧烈波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诱发各种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如果糖尿病患者确实伴有严重的心火和咽痛，医疗团队的建议是绝对禁止添加任何游离糖。如果实在怕苦，可以用1小片雪梨或者1/4颗罗汉果来替代冰糖。
罗汉果含有罗汉果甜苷，甜度极高，但它不参与人体的血糖代谢，既能中和苦味，又能润肺止咳，是糖尿病患者最安全的天然代糖。第三类，咽喉已经化脓，并伴随全身高热的人群，这是最容易被误判，也最容易耽误病情的红线。我们前面讲的虚火表现通常是嗓子干痒、轻微疼痛、反复起口腔溃疡，这属于身体缺水发出的亚健康警报，可以用食疗来慢慢调理。但是如果你张开嘴，发现扁桃体已经严重肿大，上面甚至附着了黄白色的脓点，同时你感觉浑身发冷、关节酸痛，体温飙升到了38.5度以上，请注意，这已经绝对不是什么上火了，而是严重的急性细菌或病毒感染。在这种情况下，病原体正在你的体内疯狂复制，此时任何食疗、任何苦瓜水，哪怕是千年人参，都无济于事。你此时真正需要的是立刻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足量的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来进行靶向治疗。把严重的器质性感染当成普通上火来用食疗拖延，是拿生命在开玩笑。食疗的作用是治胃病和调养健康，它永远无法替代现代医学的急救和抗感染治疗。认清了这3条生命红线，我们才算真正懂得了对健康的敬畏。从普通人盲目吃消炎药降火，到顶级富豪精心配比的苦瓜护胃水，我们拆解了这么多。那么这套私人医生团队的养生逻辑，究竟能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什么最根本的改变？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把这种首富级别的健康智慧复制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下一章我们将为您揭开这套长寿底牌的最终奥秘。我们常说财富是有门槛的，但真正的健康智慧其实往往是最朴素的。回看今天拆解的这份首富3伏天养生档案，它的底层逻辑其实非常极简。降火的核心不是灭，而是润。养生的根本不是吃贵药，而是护好脾胃的阳气。无论是加入陈皮、莲子的护胃款，还是搭配麦冬、芦根的生津款，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顺应自然，不走极端。在香港半山的豪宅里，私人医疗团队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中医古籍里的上医治未病。什么意思呢？最高明的医疗不是等你病倒了才用抗生素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而是在你每天的1日3餐里，用平和的食材建立起不可摧毁的免疫屏障。普通人总想花大价钱买特效药，而顶级富豪们却在花重金请人监督自己的饮食纪律，管住那张乱吃的嘴。这其实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极大的情绪安慰。我们要明白，随着年纪变大，身体这台机器老化是正常的，出现虚火旺也是正常的。不要一上火就焦虑的去吃各种寒凉的猛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战场去对抗。我们要学会像顶级的医疗顾问那样，用温和的食材去安抚身体，去补齐那些随着岁月流逝的津液。健康就是一场长期的不需要花大钱的自我管理。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苦瓜护胃降火真相对你有所启发，请务必做一件利他人的小事，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家族群，或者发给那些一上火就习惯去喝大凉茶、吃消炎药的长辈们。也许你的一个分享就能帮他们保住宝贵的脾胃阳气，少受很多罪。如果你也认同不伤脾胃才是真养生的理念，请在评论区留下护胃2个字。这不仅是你对自己健康生活的一份承诺，也是我们在这个频道里互相陪伴、共同长寿的见证。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拆解另一位长寿名人的餐桌密码。
为什么他年近100岁，却每天都在吃很多人碰都不敢碰的某种高脂肪食物？这里是带你透过名人看懂健康的嘉诚养生道，愿你即使在最热的3伏天，心里也有清凉，胃里也有温暖。我们下期再见。